好，我们来看看呢，过去的一则新闻，今天终于真相大白。这是发生在去年，我们看到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叫做良月号，去年7月的时候呢，闯进中国的领海，那个时候不是两国有一些纠纷吗？而这个良月号的舰长还被去职哦。今天我们看到日本的媒体自己独家报道揭秘说，中国大陆啊2度破击哦，还开炮破击，而且呢，他闯进去中国的领海长达20分钟，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从1949年以来没有过的案例哦。所以幸好这个良月号没有被中共的共军的这个炮弹击中，不然哦可能就变成了中日之间非常严重的纠纷。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英国的战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今天传出来的消息是 F-35B 英国的。它紧急迫降在日本的鹿儿岛，那怎么会这样呢？因为不到2个月前，另外一架英国的也是 F-35的战机，也是因为可能故障吧，紧急迫降在印度西部哦。所以你看到呢，英国怪怪的哦，他们的这个飞机还有维修啊相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国际讯息是，美乌俄3方要开会，本来是普京。跟川普2个人要在阿拉斯加见面嘛，后来呢就说，你谈的是乌克兰的问题，那要不要叫泽伦斯基来呢？最后，现在看起来美方会安排泽伦斯基也加入这个双普会，可是美国说他们不会再资助乌军了，这是来自于美国副总统范斯接受 Fox News 的访问的时候透露的。而另外我们看到美俄的会谈。会牵动中共来攻台吗？这是来自于美国议员说的。他说如果俄罗斯的普京得力过头，下个遭殃的就是我们台湾。另外，我们看到中国跟俄罗斯还有北韩是不是有联手联军这样的企图呢？美国在忌惮吗？我们看到金正恩派出了2名心腹最近秘密访问中国大陆，可是去了哪儿，见了什么人不知道。行踪成谜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北韩过去一向很神秘所以又增加了神秘色彩就是联想到中俄朝3国要联合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另外呢，各种的布局都在进行中，包括中国大陆有5艘的破冰船，现在在阿拉斯加附近出现。而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也报道，俄罗斯的潜舰扩充计划将成为美国真正的挑战。国际间当然有很多的事情，不过这一桩有让大家觉得很心痛这是来自于加萨走廊。我们看到半岛电视台驻加萨的一对团队包括记者2名摄影记者以及1名助理，今天很不幸的被以色列的炮弹击中，总共5名记者或者是新闻的相关人员这个当场死亡。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军方有发声明他说这些人不是记者他是哈马斯小组的领袖，他居然这样讲，为什么？大家看到这位28岁的这个非常年轻的半岛电视台的记者，他在加萨走廊长期的报道，包括饥饿的问题，包括平民百姓被轰炸的问题，可能是因为他报道的角度引起了以色列的相关的不满意，所以以色列大概一个礼拜前就说他是哈马斯他是恐怖分子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一位记者他叫夏利夫，他就在自己的 X 账号上面就讲说有人警告我要离开，我可能有生命危险，可是他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之前，他还是拿着麦克风在做报道，非常的悲伤的故事。我们看到在罹难前数分钟，他还是坚守岗位他们的遗体通通都残破不全。那我们看到加萨最勇敢的记者陨落在我们新闻界其实也发出了非常多的声音大家也在看为什么以色列可以这样指控1名半岛电视台的记者，说他是恐怖分子。以军空袭杀害半岛电视台的记者，我们看到他其实已经写好了遗书了。他8月1号的时候曾经接受 AP 的采访，他说，然后隔几天，也就是1个多礼拜之后的今天，他在空袭中丧生。他在4月的时候写遗书跟大家说，当大家看到他的遗体，就代表以色列成功的杀害他，让他永远没有办法再为加萨发声。他呼吁世人不要忘记加萨，守护无辜孩童的未来。
这是今天我们收到一则非常悲伤的讯息，来请教亮哥。这个中国大陆对日本的军舰啊误闯领海啊，那直接给予的就是炮击警告，这个非常罕见。通常啊误闯领空、误闯领海会警告啦，可是没有人这样警告的，这表示什么？他对日本特别处理，很强硬。我认为他对别的国家不会这样处理啦，就是直接用炮弹为什么要这样子？我就是他对日本很有意见呐。这个也包括他最近不是有3部抗日的电影，南京照相馆啊、731啊，还有东极岛。日本现在也怕得要死啊。就是因为他军力已经崛起了嘛，那对日本还是觉得对日本现有做的事情感到非常不能接受嘛，就这样。那乌克兰呢，为什么会被类比到两岸呢？因为乌克兰在这个战争已经打了3年半了。那它在发生的一些现象跟台湾实在是，坦白讲是很有可比性啊。因为当初是怎样，乌克兰坚持要参加北约嘛，然后那个乌克兰境内有一些恶意的民众嘛，我讲的是俄罗斯裔的然后就有亚速营嘛，去对他们做压迫，然后他就一面倒，明明你这个地方是亲俄、亲西方的人都有，你硬要一面倒，就说导致了极度的紧张嘛，然后得罪了俄罗斯对地缘政治的底线，所以好战争就发生了。你不觉得跟赖清德很像吗？我们台湾明明有亲西方的，也有希望跟中国维持和平往来的，那你现在就是一面倒啊，然后把台湾内部希望跟中国保持比较好接触的，或者是统派的，全部都打压，然后就造成两岸极度的紧张嘛。你才上任1年就2次联合利剑啊。那我跟你讲啊，乌克兰经过3年半，美国很奇怪啊，那个普京见川普，结果盖洛普在公布民调，乌克兰人啊认为还要继续打下去的只剩下24%，认为需要协商和平，甚至不惜做领土交易有69%，这么高哦？你才知道老百姓老百姓然后对美国的评价现在认为美国可信的只剩下16%，那认为美国不可信的有73%，你不觉得很像吗？对，今天陈国祥写了一篇文章啊，说赖清德不准大家移美嘛。关税战打下来，搞不好一堆人反美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李大中老师。对，因为现在的这个俄乌的谈判，其实我觉得关键的重点还是一个川普的态度哈，因为我们回顾一下他的一个整个的想法，就跟拜登180度的不同。第一个是说他就讲不要打了，大家都死伤这么多，他不止一次讲到死伤人数的事。第二个是呢，他说为什么会发生战争？他把这个丢给拜登，说假设我今天当总统，不会有这个俄乌战争，这是他。第三个，美国不应该再像过去一样毫无保留去投入去帮助乌克兰，不管是财政的援助或是军费等等等等。那他说要做的话，乌克兰安全还是很重要，但是应该欧洲国家你们善尽你们的这个责任，这是你们的这个地缘所在。还有他也明白讲过说，要寻求北约会议基本上是不可能不要去缘木求鱼做这些不可做到的事。更重要一点是他也讲过，就在几个月前，大家现在可能忘记，乌克兰应该偿还过去几年美国对你的援助。川普曾经喊过一个数字是3500亿美金。那当然，后来有些媒体或者事实查核说没有那么多，但不管如何，是他的一个心里面，当想到乌克兰议题的时候，想到这些，所以他为什么后来会有所谓跟乌克兰要签矿产协定，主要是在这个架构之内进行。
那这一套的讲法，其实在今年2月份，美国国防部长赫尔塞斯在北约的会议里面，他公开讲，所以从2月份的时候，大家已经很清楚知道，现在的川普政府就是跟拜登重大不同。但是现在要谈判就算是乌克兰进来，乌克兰一定想要进来，而且他还会想把欧盟放在里面。但是我们也知道，最难的地方还是在领土。领土就是说，4个州里面，俄罗斯要的就是顿内茨克、卢甘斯克，他特别把这个南部的扎波罗热跟赫尔松说我可以谈。那我还说，俄罗斯还甚至有消息说他可以放弃哈尔科夫跟苏梅，但这个算计其实当然是对俄罗斯有利，放得少他拿得更多。那这一点就是泽连斯基不可承受之重，因为泽连斯基从乌克兰所有的领土主权，他到目前为止他所释放的空间很小很小很小。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半岛电视台的记者被以色列的军队击毙。半岛电视台记者被击毙这个事情，真的是令人又遗憾又伤心。但是呢，为什么现在以色列可以完全知道？因为半岛电视台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非常的大，他完全知道他是一个这么有影响力的记者的情况下面，还直接就把他杀掉。然后杀掉之后呢，也明知道没有任何证据，就指控说他是一个哈马斯，就简直是无法无天到这种程度。谁是他这个背后支持的人，谁是底气，就是美国人在支持的。那这个事件令人有多感慨？我30年前为什么要到美国去学新闻？你知道当时我们对美国的这种价值无冕王这个新闻记者怎么样很正义，水门事件的深喉咙都是充满了崇拜。然后这样子的美国今天呢，完全去支持暴虐的以色列，暴虐的毒夫，杀害妇孺小孩。我们来看看黄国昌表态了，他说他会投入新北市长选举。吴思瑶立刻有反应，他说该头痛的是你国民党。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所谓的新北市长的表态。其实黄国昌一直不断的说，他一直在为新北市这件事情来做努力让他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并且他向蓝营说这是一个筹码上面的谈判吗？他说有3个县市都能谈，包括这个张启凯在嘉义或彰化，陈婉慧在宜兰这个都可以来做合作啊，蓝白合啊，还有新竹也一样。不要忘了高虹安当年选上，某种程度也是蓝白合不过我们来看看呢，在执政党这个方面，赖总统的鹰派是不是慢慢的缩了？我们先来看看大罢免失败之后说是陆委会打算把赖17条的部分暂时搁置不积极限制民间交流，只对公务员附录做必要的措施。他们也可能觉得过去的做法有点强度太强了，所以要来缓解民怨。而现在我们台湾是不是像是一颗柠檬要被美国给榨干了吗？不断的榨，要榨到最后一滴这个汁出来。好，我们先来看看呢，传出有一个说法是台美的关税谈判，现在呢美方对准我们的军购所以军购特别预算呢可能会飙到9000亿过去我们看到说是这个特别预算呢5000亿、6000亿、7000亿，现在可能会达到破天荒的9000亿会创下最高纪录这个是要达成美中的关税谈判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代价吗？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有一个内部文件说是被披露了，这是华邮的一个报道他说川普利用关税施压台湾，增加军费，就跟刚刚我们看到中国时报的这个报道很像说包括台湾啦、印度啦、印尼这几个国家川普在施压，要增加国防开支，或者是买更多的美国的武器那这是过去在传统上面的贸易协议中不会出现的呀过去一码归一码。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包括Intel， 其实传言很多啦，说台积电要去救它啦，要入股啦。现在看起来越来越这个轮廓越来越明显了。谢金河也讲不会被轻放可能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现在都不知道。美中关税的晶片角力现在也在同时进行中，因为
这个休兵期啊，已经快要到了，所以呢，川普又发文了，他跟习近平喊话说：“你中国赶快来帮我们多买大豆吧，你不要担心你们中国的大豆会短缺，你把订单增加4倍就可以了呀。”可是现在现实生活中，中国是逐渐减少对美国进口大豆，而转向把订单转到巴西去哦。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美国的财政部部长贝森特，他接受日经的专访，他说关税会调整，时间还不确定我们每一个季度都会去审视那这个各个贸易的状况，只要贸易失衡的情况没有获得改善，还会调。那如果有改善 ，maybe 也会下降一点点。好，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辉达。还有 AMD 他们缴中国晶片的这个销售营收的15%吗？就是我们看到 H20 不是已经现在可以卖给中国了吗？他们说要换什么？换这个出入的许可证，就是我的营收15%，我上缴到你美国的这个国库里面去哈。所以你看到分析师就讲了，在中国大陆像是辉达2025年本来可以销售大概150万颗 H20。所以营收的这个所谓15%那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数字。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美中科技战打到现在现在他们自己内部美国人有一些警觉说，要很关键哦。如果北京现在可能要求解除 AI 晶片的禁令那川普如果答应了举白旗那可能对华府来说就是送大礼给华为这会让中国在 AI 领域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角力无所不在。来请教亮哥，这个黄国昌昨天那个决定他不是叫拍板你说2年条款？对了，他是说2年条款应该由柯文哲来决定那我会执行，因为柯文哲没有改变嘛，没有改变就是要执行嘛，所以不是他方案是柯文哲本来就有这个东西那为什么今年有一个机会让柯文哲出来因为通常你如果不是杀人案或者严重的伤害那通常一审的羁押最多15个月，一审，我们叫单审这个是司法界的惯例了那除非又有什么新的案子，那现在没有看到嘛。那柯文哲目前已经羁押了12个月，所以15个月大概就11月左右有机会出来了那也许那个时候也做了一审的判决那基本上也有机会交保了。那我觉得民众党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那这个是柯文哲自己定的东西，那就让他自己决定吧。那因为现在绿建不能讲这种东西，所以一定要等他交保。所以我觉得黄国昌并没有说要自己决定的意思，他是说柯文哲留下来的东西我就继续执行那他柯 P 有可能12月底之前会出来。那因为这个他们的任期是到1月31嘛，所以基本上来得及啦。所以有可能最后到底这8个人要不要继续做还不知道，柯 P 决定，柯 P 决定，因为他年底前应该会出来那至于黄国昌说宣布要参选，这个是必然的啦。你不做动作，你怎么谈判所以这个叫出牌啦。所以吴思瑶，你修我的谈判的课啦。这个叫出牌，不然人家怎么知道你要干嘛？那黄国昌我觉得黄国昌习惯把话讲得清清楚楚就是我需新北，那这个张启凯有机会选嘉义市，那陈婉慧就是宜兰县嘛，那当然还有一个邱成远就是新竹市嘛，那大家来谈嘛。其实黄国昌不一定会选新北啦，他也知道民调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也不会强人所难可是他做主席一定要这样叫牌那就是说这几个地方我们比一下嘛，就谈判筹码啦。尤其是单一席次的地方，像嘉义市、新竹市跟桃园县、宜兰县，那个选县长跟选立委可能就可以来交易嘛。那如果2个人民调没有差，就差不多啦。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可以谈因为目前你就要酝酿那个比较善意的氛围啦，那继续滚动，你才能够继续滚到2028嘛，就是这样所以
我觉得这个当然要进行好一阵子了，因为提名还早嘛，啊。不过基本上那个军费的增加，这个早在预期之中啊。实际上这个新闻早就出来了，就是本来编5100亿，决定编到9000亿。那为什么呢？因为美国那个国防部的次长科波基，就是政务副部长，他喊话说台湾你要给我到5%，不是3%哦，5%哦。那我算了一下，这个5%就是台币1兆2000亿了，相当于我们总预算的35%。所以我坦白说啊，赖清德真的是每天都塔卡莫雷修了，因为你真的没钱了啦，我就不知道你怎么办。而且这个国防预算你已经答应人家了，所以他编9000亿嘛，下个会期就要送进来了。结果你也没有换到什么啊，你不觉得吗？对啊，事实上美国也有叫印度要加买，所以印度本来要买 P8I 嘛，就那个反潜侦察机，现在不买啦。对，就闹翻了嘛，闹翻了。对，我们是愿意增加，是啊，我怎么没有看到关税有比较好的进展？我们这么乖。对啊，而且不止这样啊，我们阿拉斯加天然气管我们也愿意投资啊，那我们台积电也到了美国啊，奇怪，我们的关税为什么没有这么好的进展呢？还20%，还要叠加。我跟你讲我今天也看到他在放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啊，他说韩国也叠加啊，对不起啊，韩国2012年就跟美国有 FTA，那到了2023年。人家的税就已经降到快要0了，所以几乎都是0%啦，叠加也没什么叠啦。韩国你去叠加，大部分都是0了，因为人家已经11年了嘛。我觉得我们的经济部真的不要这样来骗人呐，说很多国家都有叠加啊，不是只有我们啊。对不起啊，以色列也有 FTA 啊，新加坡也有 FTA 啊，韩国也有 FTA 啊。你要不要再回去以前的故事啊？你说我们只要吃美猪吃美牛就会有 FTA 啊，在哪里啊？我要给你追究历史蔡英文的时候啊，他怎么跟我们讲的？结果你现在还留了那些原本税率都比人家高啊，所以你现在要加上来了嘛？对啊，你看像工具机就是4.7%，是啊，所以再加24.7%，是啊。来，永明姐，这次民进党大罢免他自己内部不太愿意检讨跟反省甚至呢罢团还传出来说我们并没有输，我们只是没有赢，这是一个真的非常阿 Q 的一个讲法。可是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对于这个原本赖清德跟民进党想要做的一些更激进的做法呢，确实产生了阻挡的作用。这就是小笠原欣幸这个日本的教授他讲的，他说真正会变成0席被罢免呢，是因为民众普遍的对执政党的专断产生戒心。好，那我觉得他这个观察以一个日本人外国人的角度来讲算蛮客观的。那这个反映在实际民进党的算计里面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时报这个报道，他说大罢免大失败了之后，赖17条的部分要搁置。他为什么要搁置？因为本来绿委的阳谋阴谋是什么？是如果罢免了，换成民进党的人进入立法院，他整个下面今年下半年的会期，他没有在跟你管关税危机，没有在跟你管其他的，他要把它搞成一个国安会期就是他要继续的去这个就赖17条对岸是敌对势力，所以呢要针对艺人针对往返两岸频繁的人士，甚至学生，甚至商人，还有那些户籍国籍问题各方面，他要全面性的开刀，而且他要真正进行修法工程譬如说沈伯洋一直在进行的那个倡导的所谓国安法庭，会不会就突然真的冒出来这些提案等等？所以我必须在此见证，我当时去做726之前去做大罢免的，帮那些要避免罢免的蓝委进行这个
站台说明的时候，我全部谈的都是这一条。那我谈的这一点呢，就是说整个如果被民进党得逞，所有人都不可避免的危机，因为呢，这个再搭配现在的司法检调已经非常的被民进党任意的这个追剿政敌，非常的工具化，现场的民众反应非常热烈。所以你民进党一定要讲说那个1万块啦什么等等的呢？其实讲实在的，民众动员选票最大的力量其实恐惧是其中一个。那现在为什么大家会怕民进党？就是因为你让我们正常的生活都过不下去啦。以前两岸交流很顺畅的时候，所有当时可以做大家觉得很顺畅的事情，现在突然之间都变成罪犯就说你要去制止，这还是一回事，可是你现在把大家罗织入罪，这件事情是大家觉得最不能够忍受的。所以呢，民进党这次726被挡住呢，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啦，我觉得现在所有的民众还有最后一里路没有完成，就是823呢要继续用不同意票来彰显呢这次的大罢免呢要全盘让它输掉。那至于说关税的问题我觉得台湾一开始就是做错了策略，以为说不断的对美巴结，不断的示好，他还没有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赶快说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可以那样。可是到了川普谈判的时候，他全部不算，他继续跟你虚所无度继续要在各方面的压迫。现在为什么还不放过台积电？因为 Intel 的问题，他还要逼你台积电去帮他解决。所以像这些问题都存在在这里，大家可以对关税问题安心吗？可以对台湾的未来安心吗？我觉得大家心里真的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大中老师，对，因为刚才讲到说美国希望台湾增加国防预算，多买一些美国的这个军备武器装备，其实这一点都不足为奇，一切都在意料当中。那个谈判里面，当然看起来是在谈关税，在谈的是产业，在谈是贸易，但是这些议题完全是联动。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一次，我觉得美国的做法还算，以美国的利益来讲，算蛮厉害的，因为它是1对1的对个别国家，而且他会为每一个他要打交道的对象量身打造。他知道你强的地方是什么，可以拿的地方是什么，他会有，还有你的国力强是中是弱，他会有不同的一些策略。那刚刚又特别讲动态调整，这完全是符合我们的预期。这关税未来还是会成为他手中的一个策略，一把刀，随时是架在各国的脖子上。那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会讲说这些议题是联动？回顾一下，川普还是去年当总统候选的时候，到当了总统之后，我们一直在提醒他，只要提到台湾，大概就是3件事。第一个就是晶片台湾抢了晶片生意 ，TSMC 他要施压。第二个是保护费，就是台湾你要增加国防预算，你不能搭便车，美国不可能无条件的去提供你，这是第二个。第三，贸易赤字，刚讲台湾去年是美国第6号的这个贸易赤字，700多亿，所以这3个就是川普个人他在思考台湾议题的时候最直接、最直觉的一个议题，所以这3件事他都要会去做执行。但我要特别讲的地方是国防预算提升目前我们是3%，然后川普曾经喊过10%，但大家都知道很难去执行。但是以过去历史到现在而言，对美军事采购，即便量很大，基本上在整个数字里面还是比较微乎其微。因为川普1.0的时候拿到160几亿美金，现在就算是再多编几千亿，那也就是几百亿美金，跟其他他所要的那个大的数量还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这就是目前我们面临到困境。最后一句话，我觉得在对外谈判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对内还是要诚实以告，这是上策。是。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时事评论员李永平。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赖清德总统的满意度暴跌，这是来自于 TVBS 的最新的民调结果，在
月8号公布哦。那你可以看到不满意度比起上一次啊，其实是增加1%，可是满意度哦整个下降了4%哦。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年龄层分布的方面，30到39岁的满意度哦，赖总统是最低的，下滑了16个百分点到20%，不满意度上升到61%。尤其在40到49岁的中年人，50到59岁这2个年龄段哦，不满意的比例最高，有62%。你看到在这里哦，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在这个所谓的就职周年以及20%关税公布之后，满意度比较跟政党的倾向交叉来看哦，民进党的支持者他的不满意也下滑了1成到72%哦，过去有高达82%的满意度，现在只有72%。那另外呢，不满意度也上升8%到16%，所以可以看到，不管是民进党的支持者或是全体来说，对于赖总统的施政呢，都是不满意的，而且急剧的往下掉。那我们来看看呢，其实我们社会上有非常多同温层。某一些同温层还在造谣吗？我们看到哦，有人在网络上面贴这样子的一个讯息，说是现在有一个叫做屈公病的，由蚊子来传染的屈公病没有办法做疫调，而且贴了一些很耸动的照片。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照片的来源是什么，说是有小 baby 因为传染了这个屈公病这个脸部变黑那你看到呢，里头有一些不对的讯息，说是会人传人啊等等啊点点。可是卫福部刚刚已经说了没有什么因为预算被删所以不疫调的事情而且它这个是经过蚊子，并没蚊来传播的，不是人传人所以很多讯息是错的大家不要轻信谣言。可是我们的社会现在弥漫的一股很奇怪的氛围有人觉得天快要塌下来了，有人觉得国家快要亡了。726大罢免之后，有一群人不断的说他们很焦虑他们觉得台湾现在有这些日子啊很好，可是有人不知道罢免不成功有多严重，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他流泪大家可能太忧虑了啦有一些事情不是你想象中这么严重可能是有一些小圈圈同温层在传播这样不确实的消息。那来自于哪里呢？过去一段时间罢团的表演非常的用力传播一些亡国感，传播一些如何罢免失败台湾会不保这样的讯息，包括这些新世代的年轻人经常上电视，经常在网络上面传播讯息，说中共要如何来打击我们当然我们看到呢，其实他们跟对岸可能有一些千丝万缕的关系，并没有告诉大家。像是这一位叫做阿美的朋友他也经常上电视。那现在呢，有朋友在他的网络上 IG 上面挖出来，其实他的爸爸也在对岸工作，像是2023年他自己 po 说我去找在上海工作的爸爸，并且拍下了这一张网美图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事情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双标，来自于像是沈伯洋的爸爸，还有罢薪的发言人另外一位女士他们也常年在中共赚相关的做生意啊等等点点或者他的家人，像是沈伯洋的爸爸。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有一些话讲太多，年轻人也不相信了。所以你看到呢现在有一些人都说年轻人离开了民进党吗罢团都太阳花吗有人就说台湾有救了，因为更年轻的小朋友20到24岁的年轻人现在其实已经不支持民进党了。你看到铺马就是沈伯洋说台湾最轻中的年纪是20到24岁，天然毒的世代已经过去了。过去说是天然毒，他们现在已经超过30岁了，可能也超过40岁了。所以呢，铺马就告诉朋友说，你们家如果有小朋友25岁以下，你要让他干嘛？小学6年级跟国2的小孩在家里面暑假你应该让他看什么呢？斯卡罗、百年元商、一把青、流麻沟、15号，像是这样子的电影，让他们有一些这个台湾意识。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有很多的这个领衔人，像是过去726的罢罗廷伟的，还有像是英罢经常也站在舞台上的，他们收到了传票因为当然有人告他可能有一些不当的举措那罢团就说这是政治追杀。于是我们看到很多人就说，你忘了吗？现在是民进党执政国民党可以掌握司法检调吗？是不是有一点奇怪的一个联想？来请教亮哥。
这个屈公病，台湾大概东南亚、广东都有啦啊。那它就是关节痛，可是致死率是0.1以下，就是不舒服啦，就是关节痛、全身酸痛这样，会发烧啊。那这个病是真的啦。它一开始应该是非洲传出来的，对，坦桑尼亚，那后来就传到南亚、东南亚，病媒蚊传播。对对啦，就是这样啦。这个台湾我有看到有1、2个 case 啦，那个是2个礼拜前，现在我不知道啊。我觉得赖清德啊，他的问题其实蛮严重的啦。其实我是蛮同意沈大佬的讲法啦，就是你面对问题不愿意说出真相，那也不愿意就责来检讨啊。那现在就大家就不知道到底台湾现在是怎么这个情况啊？比如大罢免输成这样，不就责，然后关税谈成怎样？郑丽君刚那个记者会听了半天，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就是这样啊。然后水灾现在明明就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了，结果你每天去，啊，我觉得他是不是在闪躲关税，所以就故意去看水灾啊？其实要解决问题很简单啊，就是你把真相说出来嘛，然后大家一起来面对嘛。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啊，看到赖清德团队就立刻转台了，就你讲话都是空话嘛，你那种经济部长能解决什么问题啊？没有人相信啊。你如果现在是沈荣金，我还稍微安心一点，至少他是工业局长出身的啊，那对产业也比较熟。那你现在讲郭明鑫，还有郭志辉，这没有任何人有信心啊。而且很奇怪，当年 A 克法回来之后，人家马英九也办了16场的同业公听会，那为什么你到现在都没有呢？就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啊？然后民进党也不能批评你，不然你就变成是党内的什么什么什么。就是现在啊，民进党变成是在野党批评啊，社会有批评啊，党内有批评啊，帽子就来了。连李文忠在100多个人的群组里面反省一下问题，也要被曹兴诚扣帽子。现在的氛围就是这样嘛，所以你说你在那边哭什么啊？因为你被洗脑了，你都接触错误的讯息嘛。这些人很焦虑那就去焦虑嘛。这种焦虑就表示他还在第一阶段，他否定嘛，他否定726，他输嘛。我们叫悲伤的5阶段嘛。第一阶段是否定现实嘛，那第2阶段是愤怒嘛，第3阶段是才开始跟现实妥协，讨价还价。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第3阶段，你就知道这个政党有多可怕。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把自己拉到823啊，所以他现在都不能处理啊。结果你就让一大堆青鸟还在那边否定，说726都被骗了，被普发1万骗了啦，被什么骗了啦？他们只好这样解释嘛，就是你当家的不承认自己错误，那就让支持者继续陷入否定现实啊，然后莫名其妙的愤怒啊、忧虑啊，就在这个情绪中啊，这就典型的不负责任啊。我觉得赖清德大概是我见过最不负责任的总统啊，从李登辉到现在，我没见过这样的总统啊。726这么严重的挫败，连《纽约时报》都在写，说未来台湾充满不确定性。彭博下什么标题啊 ？Running out of options， 翻成中文叫做“你赖清德已经走投无路啊”。这是外媒。读卖新闻直接写社论，说赖清德要面对现实啊，点名呢。我第一次看到日本媒体写社论点名总统的名字啊，你就知道现在不止国内怎么看你，国外也这样看你啊，真是有够丢脸啊！还不面对现实，不带大家走出这个困局，还要大家去搞大罢免啊，
就这样啊。他以为他自己没有去大罢免的现场，那这整个社会氛围就不是这样。你叫何伯文做什么？何伯文叫他干嘛？叫他去挖水沟啊，然后那边摆拍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叫他去搞大罢免啊，不是吗？代理秘书长的2大任务，可笑至极啊！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担心，业者现在对关税的不确定，他都不知道要不要接单啊。有些业者就停工，在那边等，甚至有些业者啊，要不要去工业区走一走啊？有人在急售他的土地啊。为什么要急售？因为接下来如果有更多人售，他会卖不掉。政府知不知道啊？郭志辉是不是忙着做台积电的生意啊？莫名其妙嘛，什么部长？是，的确，来，永平姐，赖清德的民调直落哈，我想这一点呢，绝对没有令人意外的地方。只是我觉得 TVBS 哦，这次的这个民调里头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呢，他在蔡英文非常骄傲的所谓天然独，以及他认为呢最挺民进党的年轻人族群，而那个年轻人族群呢，因为是蔡英文时期，所以现在大概都已经差不多30岁到39岁这个层级那35岁以上，甚至可能到40出头呢，那个还是有太阳花的运动。所以对于这些当时成长起来有政治意识、有政治主张的年轻族群，确实是他们对民进党的支持强度比较强，忠诚度比较高。可是在726大罢免之后，大家看了民进党还要继续硬干，然后完全没有检讨的想法，然后更重要的是对台湾现在面临的内外交迫的局面呢袖手旁观关税的问题拿不出一个对策。到今天我非常认同刚才郑亮讲的那个郑丽君这个记者会呢，还不如不要开，对不对？你期待了那么久，你有讲什么话比我们已经知道的更多吗？那你今天还让股市期待了一下由黑翻红，那你在这样的期待，你今天又出来讲说对啦，有叠加关税啦，可是我们会继续谈呐，然后我们要跟232国安条款绑在一起谈呐，然后呢继续保密协定啦，所以还是不能讲啦。那你到底跟原来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有何不同？那大家的焦虑有何能消减？那以目前这样子的发展态势来讲，赖清德没有办法止血啊，他的团队没有办法止血啊，他的那个血就算说可能726切一个很大的伤口，也许那个伤口随着时间过去大家会觉得伤口是不是小一点？可是你就算伤口小了，你也不能够阻止他继续再出血啊。那这个出血的这次 T 台的民调掉4%，这个已经掉到28%的满意度了，这是很低的数字不假。它掉的最主要显著的族群是30到39岁，就是说你沈伯洋再怎么去讲说现在最亲中的是更年轻的人啦，20到24岁啦，那这什么意思？这个其实只是意思说现在的那些大学生不要再被你民进党愚弄了啦，因为他们成长起来的时候都民进党在执政，然后他们整天看到新闻都是民进党绿能在蟑螂在贪污，然后民进党的高端疫苗有问题查不下去，弄一个超丝鸡蛋也有问题，所以他们当然对民进党有所反弹嘛，这是你是一个常年执政包袱的问题。那结果呢，他去把20到24岁的人骂成说他们最亲中，可是问题是，那你很骄傲的天然独世代，你30到39岁甚至35岁以上的太阳花世代，现在掉更多啊。那他们为什么掉？他们并不是没有真心支持民进党，而是说这批人现在也慢慢成长起来，他们自己也慢慢建立家庭，那他们也有他们这个整个
工作各方面对于前途未来的压力跟使命呢，都已经比他们在学生时代更明确，然后更清晰。而他在这个时候，对于一个无能的政府，一个黑箱的政府，一个在价值上他们不能够认同的，相对比较专断性的，甚至讲出一些可能跟法西斯主义的思路唱和的政府，或者是相关执政党的代表人，他们当然忍受度会很低。那这群人在流失，我们实在看民进党的年轻票正在快速的跑光光中。没有错。来，老师。对，我觉得这个 TVBS 的民调还是很有参考价值哈。我也相信，其实政府内部也有很多民调，是，即便数字不尽相同，但大的趋势应该差不多哈。这个总统的信任度跟受欢迎的满意度啦，满意度是掉到28%，好，从去年就任之后到现在是最低点。然后还有包括所谓的这个关税，大家对于关税处理的这个状况满不满意？52不满意。对中南部救灾满不满意？高达58是不满意。那还有呢？823继续再罢免，有将近60%的民众说不愿意罢免，反对罢免。那有高达65%是怎么讲？是支持核三重启。所以我觉得简单一句话就是，这个对政府来讲，对赖清德总统来讲，应该不是警讯，应该是迫切的危机。好，明明白白的、很确确实实的迫切危机。那总结一句话，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哈，因为从民调来看，老百姓其实想法也很简单，他们觉得执政团队跟总统没有把心思放在大家关心的事物上，就这么简单。因为里面所做的几个项目，关税，还有包括中南部的救灾，不就是大家所最在意的吗？对，大家并没有那么在意你要去做罢免，要做政治的对决跟攻防。可是你的全心全意，你有多大的资源跟总统的心力，执政团队心力是在这方面。而且过去几个月，整个社会的氛围很糟糕，暴力之气、对立等等等等都是如此。这不是应该好好检讨？我再讲一下今天的记者会，我大概看了一下，我感觉大家也差不多哈。因为郑丽君是8月3号清晨抵达台湾，今天是8月11号，照道理这记者会应该再往更前一点。为什么？因为过去一个礼拜不就是大家很焦虑的一段时间吗？是。因为总统是8月1号开的记者会，但是老实说里面东西不多，但这个记者会来得太晚，资讯还太少，而且我觉得黑箱，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说服大家，因为你的细节可以不用提，但是你的整个大方向，在过去这么长段时间当中，你应该对社会适时的释出一些讯息，让大家比较安心。那到现在也没有解放，过程也不透明，难怪民调到这么低，是其来有自。赖政府的民调这么低，那2026、2028要怎么选下去哦？